好了，出来吧，就在这儿。看来，你已经准备好去死了。为什么是你，不是游煞？想想看，如果一个杀戮王爵被下了红训，由谁来执行呢？游煞被下了红训？难道火源的白银祭司会让水源的杀戮王爵对游煞执行红训吗？你是知道的，白银祭司对很多事情都是默许的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既然都被下了红训，去死就好了。游煞在什么地方？火源的永生王爵就这么死了。他为了制造结界，几乎已经消耗了全部的灵力，已经是虚弱不堪了。他常年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维系灵台镇，早就不想活下去了。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你返回其实是因为收到了红讯呢？会有人相信吗？当然不会。不过有一件事情，我倒是觉得很蹊跷。什么事情？银尘取到了长梦斩，又拿到这里给了龙女。碰巧在这里取到了魅火晶。这一切就好像有人知道银尘要来这里一样，故意把长梦斩给了他。毕竟如果没有长梦斩，取到魅火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的确，越来越有意思了。你们回想一下，那日去取烛龙卵，可曾发现什么问题？首领，到底怎么了？烛龙卵是我亲自取回来的，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呢？也许这颗烛龙卵在取回来之前就不对劲。我之前好像听说过类似的灵术，有极强的破坏力，尤其黑暗。凡是接触过它的人，都会被它吸干阳气，陆续暴毙，死状枯竭。当真有如此邪乎的灵术，我从未听说过。虽然没有亲眼看见，但是之前有重妖的事在先，所以我相信有这样的灵术。这么说来，如果这颗烛龙卵真的被施了这种灵术，如果把它继续留在身边，恐怕整个组织甚至更多的人会因接触过它而陆续送命。不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不是说还不确定黑灵术是不是真的存在吗？也许是那些灵术师与烛龙卵气场相斥，也许是我们的保管不太得当，如此便由我来保管，其他人按照原计划刺杀南药王。我们就将刺杀定在明晚，如此就会减少看守烛龙卵的时间，自然会减少更多的伤亡。史离，
你现在马上通知所有人做好准备，明晚行动。这是命令。杨泽，你现在需要冷静。贸然行事只会让你枉送性命。就差这一步了。恭喜大王，怒风破、苦水魂、炎土灵、魅火晶4大元素都已经集齐了，神像随时可以修复，此乃玄苍子民之福啊！真乃是天助我也！如今4大元素集齐，待到神像修补完毕，大王的一切担忧就都不存在了。修补神像一事，东伯侯有什么建议吗？启禀大王，自神像遭破坏以来，民间流传着各种传说，天灾频现，民心惶惶。大王不妨借此次修补神像，行祭祀大典，一来可以安抚民心，二来祈求玄苍万事太平。东伯侯此言有理。微臣建议尽早启程修补神像，神像早一日修补完毕，玄苍子民就多一日太平。哎呀，本王也想尽快安抚民心，平息此事。好，明日修补神像，行祭祀大礼。大王英明。大王英明！大王英明！本王今天高兴，传令下去，今夜无眠，全城庆典。谢大王。知不知道，我们在收集魅火晶的时候遇到了谁？严方的6度永生王爵。谁？你怎么抢我话呢？严方的王爵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事情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在收集魅火晶的路上碰到了严方王爵，然后吧，他中间就把幽花给掳走了，差一点就把幽花给炼化了。还好我机智，我一眼就看穿他的计谋了。哎。哎呀，好了，是银尘。收敛，神像。神像怎么了？刚刚东伯侯传来消息，王爵跟使徒已经到达帝都，4大元素收集完毕，南药王明日启程，将去修复神像，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。有东伯侯做呼应，此事更有保障。传令下去，做好准备，立刻启程，赶在南药王到达之前安排好一切，刺杀南药王。整个计划我都同意，我还是坚持放弃烛龙卵，直接刺杀。是否使用烛龙卵？容我再想想。可是修复神像有关天妖，我想王爵跟使徒一定会一起护送4大元素。师弟说的有道理，我们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，分散他们注意力，让他们无暇顾及。严方王爵一击将我击倒在地，我当时心想，我这一世英名就要葬送于此了吗？就在我快要撑不住的时候啊，说时迟那时快，银尘歘就出现了。我当时的那个心呐，
哎呦我的妈呀，都跳出去了！这不是最精彩的。知道什么是最精彩的吗？你知道什么是最精彩的吗？我跟你们说啊，最精彩的是银尘竟然和严方的6度王爵，他们认识，他们居然认识啊！其实简单的来说，就是幽花最后不惜冒死帮了严方的王爵，然后从盐池池底取出了魅火晶，帮助灵台镇解决了他们的危机。我就说吧，幽花她是冷眼热心。幽花的天赋确实厉害，我承认，她也就比我强那么一妞妞吧。哎呀呀！我可是听到你夸我厉害了。我夸你干嘛呀？我是夸连泉厉害，是不是？啊？他说你比他厉害。看你这么认真真诚的份上呢，我就同意你崇拜我了。一般人可是没这荣幸的。首领，麒麟一行人已经回到了郡主府。在暗潮的灵术师中，只有你见过石梦兽造成的伤口，所以还要麻烦你。真的只能如此吗？为了我们的计划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，不要顾虑太多。动手吧，这是命令。原来，这就是石梦兽造成的伤害。没关系，不碍事的，就像受伤3、4日便可。麒麟，对不起，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利用你。对了，麒麟，你刚才说要问连泉什么来着？我给忘了。哦，对，我要问连泉，你刚才是不是要问我灵兽异动的情况？对，我见到你太开心了，我都给忘了。这个话题转得真硬。是。哎，你哥哥呢？我们一起回的帝都，他有事先去忙了。王爵就是王爵，整天都不知道在干什么。这次镇压灵兽异动，有很多灵兽都不受我们控制，包括哥哥的灵术，也没有办法，所以到最后只能悉数屠杀了。如果说连5度王爵的灵力都……这些灵兽已经被妖魔侵蚀了。妖魔？是像虫妖那样的吗？虫妖不是灵兽，他们只是拥有黑暗灵力的妖魔。我们到天阁已经证实了，这次袭击我们的灵兽叫石梦兽，他们是被妖魔侵蚀的灵兽之一。那这些被侵蚀的灵兽
和一般的灵兽有什么不同呢？他们跟一般的灵兽不同，他们的思想、行动都被妖魔控制，该攻击谁、如何攻击，都跟人类一样，有明确的想法。那就是说，他们既有灵兽的行动能力，又有人类的思想，是吗？没错，我也是第一次被这样的灵兽所伤。什么？你受伤了？在哪儿？哪儿受伤了？啊？没事儿，只是手被抓伤了。你的这个伤口怎么这么严重啊？被侵蚀的石木兽攻击力尤其的强，它们的抓痕跟一般的灵兽不一样，一旦被它们抓伤，如果不及时医救，可能会有做噩梦的后遗症。噩梦？它会把你的恐惧化成夜晚的梦境，有不少灵术师因此丧失了心智。那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及时医治了，没关系的。那就好，吓死我了！郡主啊，郡主，怎么了？刚刚东伯侯府有人来传话，说是请麒麟少爷前去泡温泉。泡温泉？越说越离谱，竟敢来我郡主府戏弄人！那个刚刚传话的人呢？走了，说是东伯侯交代了，老地方见。走了，走了。啊东伯侯？难道麒麟真的认识东伯侯？你好啊，东伯侯。你好啊，老朋友。哎，正好，本来就是一套，当然正好了。真好。我能活着回来啊，真好。你说什么？啊？我说，这次东伯侯府上好像戒备森严了。据可靠消息，我们上次闹完之后，东伯侯回来大发雷霆，愣是加了上百位士兵来守卫侯府。上百位？嘘，小声点，生怕东伯侯不知道在他家楼顶啊。我们也算是干过大事的人了，也是偷用过别人澡堂子的人呢。哎呀，可是短期内啊，我应该不会再泡温泉啦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就是去取魅火晶的路上啊，路过灵台镇，哎呀，很多温泉，有点泡腻了。哎，你这次去鲁边赈灾怎么样啊？灾民情况严重吗？要不是亲眼所见，真想象不到，繁荣的玄仓其实早已是千疮百孔。何止是玄仓啊，哪儿的百姓不需要帮助？还好我们顺利收集了4个元素，接下来只要修复神像，就能保一方百姓平安了。哇！这烟花
好像比刚才要多了呀。小心点儿。哎，没事儿。怎么了？哎，你这怎么弄的？就是赈灾回来的路上，被灵兽攻击，受了点小伤。灵兽？你的这个伤口怎么这么严重啊？被侵蚀的石木兽，攻击力尤其的强，它们的抓痕跟一般的灵兽不一样。一旦被它们抓伤，如果不及时医救，可能会有做噩梦的后遗症。这个不是普通的灵兽，这是被石梦兽给抓伤的。啊！石梦兽被石梦兽抓伤之后会留有后遗症，你当时有没有及时医治啊？随行的医师，及时治疗了，没什么大碍。杨泽，我们还是不是兄弟啊？我们是不是说好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？你现在连受伤都不告诉我，怎么做兄弟啊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这辈子有你做兄弟，何其幸运！哎，对了，这个石梦兽长什么样子，你记住了吗？我当时非常的惊恐，因为他动作太快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样子，我就记得那一双绿眼睛特别恐怖，就跟梦魇一样。那还记得他在什么地方出现的吗？你仔细想想，这很重要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在城郊，离帝都不远。离帝都不远的城郊已经有石梦兽出没的话，那他们的目标难不成是神像？这件事太蹊跷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之后再跟你仔细解释吧。我现在要去找银尘。麒麟，你一定要小心。好啦，我到时候还要回来跟你一起吃烤羊腿呢。走了。麒麟，对不起，求你一定要平安无事。附近的石梦兽已经被我们收服，等王爵和使徒一行到达后，我们可以由此把他们引开，趁他们不在之际，就可以实施行刺计划。千万要看好他，以免伤及无辜，特别是麒麟。放心吧，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大部队已经连夜出发了。希望一切顺利。烟花盛放，夜色撩人。司铎王爵在如此的深夜不请自来，不知有何要事。我是来恭喜三度王爵的。听说4大元素集齐，神像修复在即，天妖复生一事也马上可以得以解决。恭喜三度王爵。愧不敢当。三度王爵不必谦虚，我只是完成我的分内之事而已。是吗？可是我怎么听到了一些奇怪的传闻啊？故弄玄虚，好像不是4度王爵你的作风。天灾一事表面上好像是解决了，
可是帝都地下水突然翻涌不止，不知三度王爵对此事可否知晓啊？确有此事。那就多谢四度王爵的提醒，这是我工作的失职。我现在就去跟白银祭司汇报。三度王爵不必心急，我倒是有一个解决的办法，只不过需要违反些常规。三度王爵是真的不知道，还是在等着我说呢？还请四度王爵不吝赐教。要解决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，压制灾难之事，多少都要用到一些黑灵术。黑灵术绝对不能用，不需要三度王爵亲自动手，只不过需要招募一些黑灵术师。四度王爵，你不必再说了，黑灵术坚决不能碰。我现在就去向白银祭司汇报。四度王爵，你请自便。七拉王爵，你越装作不知道，我越觉得和你有关。哇，不愧是玄苍王室的队伍，这么壮观。这就叫壮观啦，真没见过世面。如果不是玄苍近几年灾祸不断，更壮观、更华丽的场面都有。这只是简化的规模啦。腐败。好了，我们赶紧跟上去吧。也不知道银尘收没收到我的讯息啊，请马上通知七度王爵，帝都附近出现石梦兽，修补神像恐怕有变。好的，七度使徒。哎，你们等等我！白银祭司让我们保护玄苍王前往神像，这石梦兽真的有那么可怕吗？之前啊，连泉跟央泽被石梦兽所伤。如果南药王一行人惊扰到石梦兽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只是这从头到尾，我连石梦兽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啊！我一直在想，石梦兽为什么会出现在帝都？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会不会是有人刻意把石梦兽放在这里，引起混乱？引起混乱，然后趁机袭击南药王吗？反正啊，不管是哪种情况，我们都不能再坐着等了。我们必须在石梦兽接近南药王之前把他杀掉，否则，更多无辜的人就会受到伤害。你们听没听到什么声音啊？像是灵兽的声音。石梦兽。石梦兽。你确定？应该吧。石梦兽出现在城郊树林，请几位使徒速速前往，制服石梦兽。首领，石梦兽已经放出，使徒们已经往石梦兽的方向走了，估计他们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。通知下去，今晚行动，刺杀南药王。
是，首领。你真的知道他在哪儿吗？我的灵力虽然没有你们3个强，可是对于藏身之地来说，我是这个。我小时候为了不被挨打，你们能想得到的地方我都藏过，可是我藏过的地方，你们不一定想得到。唉，所以石梦兽到底在哪儿啊？在这种树木不算茂密的林子里，有一个小山坡是最理想的。不过一路走过来，并没有发现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灵兽求生的本能应该是靠近水源。对于灵兽，我比你了解。是刚才石梦兽抓的吗？一旦被他们抓伤，如果不及时医救，他会把你的恐惧化成夜晚的梦境。有不少灵术师因此丧失了心智。没事，旧伤而已，只不过刚才不小心被挣开了。哇！怪不得这玄苍王室百年不衰啊！这玄鸟之力的波动也太厉害了吧！我们中计了，南妖王有危险。你是谁？怎么会使用玄鸟之力呢？本王再问你，你是谁？你当年谋害前苍王主金，杀死他2个毫不知情的儿子的时候，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看清楚了，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吗？祖金的玉佩。太像了，难道你真的是他的儿子？你还活着？啊？也对呀，本来应该10几年前就死的人，突然站在你的面前，的确是有些惊讶。怎么可能呢？明明就是……你是不是想说，明明派了重兵追杀，明明见到了尸体，我为什么还活着？当年父王将玄鸟玉佩给了我，然后的就别忘了，我也是玄苍王族血脉，
自然会有玄鸟之力的保护。若不是父王当年仁厚，也不会有死士帮助失势的钱仓王为其子制造假死之象。我的孩子，事情根本就不是你想象的。你猜现在外边的人都在干什么？所有人都会认为玄鸟之力是你南药王的自保，没有人会打扰我们叔侄二人叙旧。你害得我家破人亡，如今世事轮回了。孩子，祖金之死，本王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本王一时糊涂，被权力蒙蔽了头脑，临终之前服软了，那又能怎么样？这些年来我苟且偷生，想尽一切办法，就是为了借机杀了你。我怎么可能，怎么舍得就这么饶过你？做梦！但是孩子，你的父王，本王的兄弟，他确实做了不该做，也不能做的事情。不许诋毁我的父王！如果本王死了，你也不能活着出去。你认为我还会在乎生死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本王为何会如此顺利杀兄篡位？你有没有想过，玄仓为何要迁都？你有没有想过，玄仓之前几日动乱又是怎么回事？那跟你杀害我的父王，你的兄长有什么关系？也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一种更加恐怖的力量，它在左右着整个玄仓，它像一只无形的手，在主宰着一切。祖金的死跟这种力量息息相关。本王成功篡位后，也变成了他们的傀儡。本王不想把你牵扯进来，你走吧。你胡说！这明明就是你求生的借口。烛龙卵在你手里吧？那颗烛龙卵被施了黑灵术，非但不能克制玄鸟之力，反而会让接触过它的人逐渐的枯竭而死。我承认，你有足够的谋略，只可惜……可惜什么？你在明，他们在暗。你根本就无法想象这种力量有多么的恐怖。这种力量，就算是联合整个玄仓最强的灵术师，也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你走吧，我的至亲血脉。离开玄仓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如果本王不死，还有时间帮你查明真相。记住，孩子，你对抗的不是我，是那股恐怖的力量。玄仓王室将遭遇灭顶之灾，玄仓子民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恐怖黑暗。七度王爵来了，迅速撤离！